欧美留学生大撤退，非洲学子大爆发，东大的留学生呢正在发生罕见的大洗牌。这背后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近几年，欧美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呢都在比谁跑得快。大量国留学生2012年高峰期的时候呢有近2.5万人，到2023年的时候呢锐减到约700人，给人一种快走光了的感觉。今年呢稍好一点，差不多1000多人。东方邻居呢也不遑多让，作为从唐朝就开始派遣遣唐使到东方留学的最早的国家日本，过去10多年呢一直是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，但2023年呢日本留学生也只剩下了703人，只占到本国海外留学生总数的1%。英美加澳4个说英语的国家呢成为日本留学生最爱的目的地，东方大国呢跌到了13位，在泰国、马来西亚后面仅比越南受欢迎一点点，这真的是物是人非。要知道10年前日本来华留学生可是超过了1.5万人，曾经呢留华人数最多的韩国，过去6年间留学生人数呢也暴跌了80%。2017年的时候呢超过7.3万，最近呢就是剩下了1.6万。发达国家的留学生都在大撤退，唯独壮大的是非洲的黑势力。2003年整个非洲来华留学生只有1739人，2018年留学生数量呢已经增加到了8.2万人，不到20年时间暴涨了45倍。2020年东大甚至成为了非洲留学生第2大目的地，仅次于非洲之王的法兰西，比第3名的漂亮国人数多出了近70%。可以说呢，在亚欧美大洋洲留学生呢都在跑掉的时候，是非洲兄弟撑起了东大留学的一片天。为什么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留学往来这几年都大幅降温呢？说到底呢，天上飞的飞机，地上走的留学生，都是反映必然冷热亲疏的一面镜子。本世纪的前10年呢是中美你侬我侬的蜜月期。06年的奥巴马提出了10万强计划，在2014年前将10万美国留学生送往东大留学，中美经济体冉冉升起，漂亮国呢需要更多懂东大市场的人才。这段时期呢也是中日的好友期，很多日本年轻人也兴起一股中国热潮，把东大视为海外留学首选的目的地。韩国在2017年的事之前，一直也将东大看成是主要开辟的市场，后来全球化大转向，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会影响到留学生的选择。再者，时代变了，以前外国留学生的东大学习呢，很多图的是毕业后光明的工作前景，现在嘛，我们只能用这样一句来形容了：今天天气，哈哈哈。非洲兄弟因为沾了一带一路的光，在某些大学呢能拿到1个月4、5千的补贴和陪读，这才有了留学大爆发。一般人可能很难有这个待遇。留学生的大洗牌呢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全球最早的文字青铜器都出现在古巴比伦，还领先埃及几百年？为什么东方是中原地区首先走出了愚昧的新石器时代，最先出现了广域都城国家，率先进入了文明期呢？原因在于他们都位于地区交往的十字路口，不同的文化交流最多，可以博采众家之长。现在留学生都跑到别的国家，真正了解中国的老外越来越少，小院高墙越砌越高，越来越不利于我们的心智生产力与发展。归根到底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孤岛而发展。大伙说是这样吗？